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花精灵小夜灯玫瑰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夜灯由主体和配饰两个部分组成，先完成主体，再制作并安装各个配饰。首先学习主体的购置方法。主体包括头部、手臂、身体、腿和裤子这几个部分。先钩织头部，头部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前，先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2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这款玩偶都是采用十字形短针钩织，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A 短针减针、锁针和引拔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知识图解。起针是环起，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。先单环起针，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一圈，221是 6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针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6针短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。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先钩第一针短针，穿入起针的大洞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一针十字形短针就钩好了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短针的针目，继续钩完剩余的5针短针。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直接拉紧，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在这一圈第一针短针针目上钩一针引拔针，如果分不清楚，也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二圈，
R2是6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勾几针短针加针。这里表示连续勾6针短针加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绕圈钩织时，开始是短针都要勾一针锁针起立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一针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引拔的入针位置勾2针短针。钩织时，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勾边收进去。1针、2针，短针加针完成。继续在左侧针目上勾一针短针加针。这一圈一共要勾6针短针加针，剩下的4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勾出2针短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，可以核对一下针数。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，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。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。引拔针完成后，拉紧。起针多出来的线头直接剪断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继续勾第3圈，23是括号 xv 括号乘以6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勾一针短针，接着勾一针短针加针。xv 就勾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勾一针短针，再勾一针短针加针。这是第2次，这一圈要重复钩织6次 xv， 剩下的4次全部按照一针短针、一针短针加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，织片正面纹理清晰，反面纹理模糊，后面钩织时正面始终对着自己。后面的第4到20圈，用到的针法在前面都详细演示过。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与之前类似，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对应钩织即可。其中不加不减钩织表示一针对应一针钩织，钩完后织物自然卷曲，将正面翻到外侧即可。看一下，正面一个凸起的纹理表示一圈。钩织时不要忘记钩织起立针和引拔针。往下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，参考表格
自行将这一部分钩完。下面钩第21圈，对照图纸，先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完成后，钩一针短针减针。先来看一下，针目是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正面的一根是前半针，另外一根是后半针。先穿入左侧短针的前半针，再穿入相邻短针的前半针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再绕线依次穿过。短针减针完成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其针目，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。用这种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往下对照图纸钩织5针短针。一针短针减针，钩针依次穿过左侧相邻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将线钩出前2个线圈，再绕线依次穿过。短针减针完成，括号里的一组针法就完成了。继续对照图纸钩完剩余部分。最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21圈就完成了。头部剩余的部分继续上圈钩织，大家参考表格钩织即可。钩织过程中还需要填充，大家在钩到最后剩余几圈时进行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填充的方法。将填充物揉缩蓬松后塞入，可以用钩针辅助。头部填充要饱满均匀。大致饱满后，将织物的弧度捏一捏。这里减针的部分下方，尽量填充的饱满一些。开口部分可以先少量填充，后面钩织时边钩边填充即可。这个就是填充的方法。继续往下钩完剩余的部分。头部最后一圈钩完后，下面进行断线，拉线圈，预留约15厘米线头剪断。再将线头穿上缝针，依次从最后一圈针目的前半针穿过。
然后依次抽挤。多余的线头在相邻位置多穿几次。再从收口的中心入针，任意位置出针。轻轻拉线，并将收口处按压平整。多余的线头在织物里面多穿几次，藏好。剪断多余线头，这样收口就完成了，头部也讲解完毕。下面学习手臂，看一下成品。手臂共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填充并加入定心条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W 短针1针放3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将线在左手上挂好，右手拿起钩针，先打一个结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1针，稍微拉紧，调整一下钩针上线圈大小。接着钩锁针，具体锁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1圈，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，挑对应锁针上方的半针，对应钩2针短针。左侧锁针上钩1针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短针。1、2、3，短针1针放3针完成。到了起针的另一侧，挑锁针上缘的2根线，钩1针短针，注意不要穿错位置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接着在左侧锁针上钩1针短针加针，完成后引拔结束。第1圈就完成了，没有收完的线头可以剪断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后面的圈数继续挑针目逆时针绕圈钩织，注意正面朝外。开始第1针锁针起立，结尾钩织引拔针连接并拉紧。钩完倒数第3圈时进行填充并加入定心条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。先剪一段15厘米的定心条，小样长度随机，弯折。一端多出3厘米左右，捏紧。可以稍微拧一下。对折的一端插入织物底部，在定心条周围加入填充物。
可以借用剪刀辅助。底部可以稍微填充的饱满一些，末端稍微填充即可，不要太满，方便后期弯折。然后继续勾完剩余部分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一圈完成后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定型条短的这一根，如果有多余的部分，剪掉。线头穿入缝针，按照头部收口的方法收口。拉紧，定型条尾部留在外面，线头暂不处理。这样一个手臂就勾好了，另一个手臂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，并加入定型条，这样手臂就讲起完了。下面学习身体，看一下成品。身体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用到的新针法是反短针、T、中长针和 F 长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起针，注意起针之前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。具体起针数请参考图纸。完成后，与第一针引拔成圈，将锁针圈起来，可以对折一下，正面对着自己，注意锁针不要扭起来。钩针挑起第一个锁针外侧的半针，钩一针引拔针，拉紧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下方引拔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挑锁针半针一一对应钩短针。完成后，引拔结束。拉紧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翻到外侧，起针预留的线头勾到正面。后面的第2到9圈，对照图纸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钩第10圈，对照图纸
先勾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完成后，勾5针锁针，下方空出4针不勾，从下一针开始，对应勾短针，勾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，第10圈完成。继续勾第11圈，先勾对应顺的短针，完成后勾9针锁针，下方跳过4个短针针目，锁针辫子同样跳过，从下一针开始，对应勾短针，勾完这一圈。引拔结束，第11圈完成。后面的第12到13圈，按照第11圈的方法，锁针下方空出4个短针针目和锁针位置，对应勾短针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13圈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勾第14圈，先挑上一圈针目位置，对应勾短针。完成后可以看到，前面几圈锁针右侧有空出的6个针目位置，挑针目一一对应勾短针。注意锁针辫子压在后方。完成后，在最下方空出的4个针目位置，对应勾位针短针加针，2针短针，和1针短针加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按照右侧的方法对称勾短针。勾完这一圈，最后引拔结束。下一圈需要换线，这里勾一针锁针固定，
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拉紧，这样第1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15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在上一圈第28针针目的前半针上接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针目钩一针反短针，钩针从右侧穿入接线位置的前半针，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反短针完成。继续往右跳右侧前半针，钩一针反短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反短针完成。继续跳前半针，对应钩反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针钩完后，在开始接线位置钩一针引拔针结束。稍微拉紧，拉大线圈，将织物或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接线多线，拉紧。第15圈完成。接着钩第16排，找到上一圈接线位置，对应的后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。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完成接线。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。之前接线的线头可以一起收进去。往左挑后半针，对应钩2针短针。3针中长针，6针长针，
遇到之前断线线头，也可以一起收进去。3针中长针，和3针短针。完成后，上隅的半针位置空出布钩，继续渡线。第16排完成。最后钩第17排，找到上一排第7针针目位置，也就是第1针长针位置，将线勾出。注意渡线贴合之物，不要过紧或过松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挑针目对应钩一针短针，2针中长针，和2针短针。完成后，预留50厘米线头断线。拉紧，这样第17排就完成了，身体也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脚，看一下成品。脚共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填充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TW 中长针1针放3针，长针3针的造型针和 TI 隐形中长针减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起针及第1到2圈，钩法与手臂对应位置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，参考之前的演示将其完成。下面钩第3圈，先钩4针短针，1针中长针，接着钩1针中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针中长针。1、2、3，中长针1针放3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。接着钩第4圈，先钩6针短针，然后钩1针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
先钩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在同一针目钩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第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。同一位置再钩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的造型针就完成了。右上方的辫子就是其针目，再钩一针锁针，一组针法完成。再钩一组，先钩一针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先在同一位置钩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的造型针完成，再钩一针锁针，第2组完成，继续再钩2组。完成后，左侧空一针，在下方中长针一针放3针的中间一针上钩一针长针3针的造型针，一针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印拔结束，第4圈完成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正面翻到外侧，下面钩第5圈。这里为了方便后面钩织，需要将引拔针位置往右移1针，先进行镀线，在右侧针目上接线，然后不加不减钩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遇到锁针位置，挑锁针洞眼，对应钩短针即可。最后引拔结束，第5圈完成。后面的第6到11圈，对照图纸继续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钩第12圈，先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针法。最后一针短针钩完后，左侧空余3针不钩，第12圈完成。此时可以进行填充。
后面边勾边填充。继续勾第13圈，先勾4针锁针，跳过下方空出的位置，从上一圈第1针针目开始，钩织对应的针法。最后一个针目位置勾完后，第13圈完成。接着勾第14圈，先勾4针锁针，跳过下方锁针，继续从上一圈第1个针目位置开始钩织对应的针法。完成后，第14圈完成。后面的第15到17圈就按照第13到14圈的钩法，在针目位置绕圈钩织对应的针法，锁针位置跳过不钩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下面勾第18圈，先勾4针锁针，接着在针目位置勾一针中长针减针。注意，这里为了纹理美观，钩织隐形中长针减针。先绕线1圈，穿入左侧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完成中长针。一针隐形中长针减针完成，继续再勾一针，绕线1圈，穿入左侧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完成中长针。又一针隐形中长针减针完成，继续勾完剩余部分。完成后，第18圈就勾好了。最后勾第19圈，先勾4针锁针，在针目上勾3针隐形中长针减针。和一针中长针。完成后，第19圈就勾好了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需要填充的位置，可以从锁针洞眼里填充一下。
这样一个角就做好了，另一个角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角就将结完了。下面学习裤子，看一下成品。裤子先钩2个裤腿，然后并在一起钩织臀部，并与身体连接起来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织裤腿，取出一个角，起针处对着自己，引拔痕迹朝上，可以看到锁针两侧排与排之间有这样的洞眼。找到从下往上数第2行锁针，右侧下方对应的洞眼，接线。先立一针锁针起底，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下方洞眼钩一针短针，锁针辫子均压在后方。到了下方空出的针目位置，对应钩3针短针。继续在左侧洞眼大致均匀钩7针短针。隐形中长针减针位置，挑大概位置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在这4个针目位置钩2针短针减针。注意第1个针目位置不要漏掉。最后在侧边挑洞眼对应钩5针短针。线头可以一起收进去。引拔结束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没有收完的线头可以在织物里收好。接着钩第2圈，这一圈挑上一圈的前半针钩织，先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下方引拔入针位置的前半针，钩一针引拔针，拉不拉紧都可以，这样一组针法就钩好了。继续再钩一组。
按照这样的方法勾完这一圈。最后一组勾完后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勾第3圈，先进行镀线。拉紧，在第1圈引拔入针位置，针目到后半针上接线。注意不要穿错位置。然后挑后半针，对照图纸钩制对应的针法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。后面的第4到5圈，挑针目逆时针绕圈钩织即可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一条裤腿完成后的样子。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另一条裤腿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，结尾不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2个裤腿钩完后，下面钩织臀部第6圈，接着没有断线的裤腿，我们将其作为左腿，这里的左右是玩偶本身的左右。先钩一针短针减针，然后钩织对应顺的短针。完成后取出身体，找到这一凹陷处，第14圈剩余的后半针位置，一一对应钩织对应适量的短针。注意第1针可以钩得紧一些。刚好钩完预留的后半针位置。接着取出右腿，从最后一圈倒数第3针开始，挑针目钩织对应顺的短针。
线头一起收一下。完成后，钩尾针、短针、剪针。双尾的部分不钩织，在开始短针剪针针目上拧拔结束。第6圈完成，后面的圈数就是沿着第6圈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大家对照图纸3期完成。最后预留3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穿入缝针。将织物整理好，最后一圈上下针目位置对应，引拔针位置居中，挑两侧前半针，卷针缝合起来，拉紧。完成后，线头穿到反面，打结收好。按压平整，这样臀部就勾好了。最后，在裤子和身体里面加入填充物。臀部尽量填充饱满，可以先适量填充，撑起整体形状。将身体最后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裤腿与身体的接缝处卷针缝合起来。先将线过渡到身体最后一排居中位置，
挑从右数第3针针目，与一侧裤腿空于6针位置缝合。针线拉紧，都缝一次固定。同样，这一侧也空出6个针目位置，与第7针位置缝合固定。拉紧，在左侧部分挑针目对应卷针缝合。这里针目位置不对应，大致对应缝合起来即可。注意一定要拉紧。接缝位置不要留有缝隙。接着返回，大致缝到开口位置。挑空出的6个针目位置，卷针缝合起来。拉紧，结尾同样不要留有缝隙。返回，接缝处缝得紧密一些。然后将剩余部分缝完。
肚线一起缝合进去。完成后，将线头收好即可。将填充面整理好，臀部整理饱满，继续填充一些。填充饱满后，整理好形态，这样裤子就完成了，主体也讲解完毕。下面学习配饰，看一下成品。配饰包括五官、头发、翅膀、花边、主体组装、枕头和帽子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先学习五官，首先制作眼睛，找到第23圈减针位置。找到中间一针减针，在其左侧第3针短针针目位置用竹针标记一下。再往左，在第3针短针下方中间位置标记。减针位置右侧第2针短针针目位置标记。再往右，在第4针短针下方中间位置标记。两侧距离大致相同，每只眼睛占据大约3个半短针位置。标记好位置，往下制作眼睛。取出一段咖啡色线，小样颜色随机，穿入缝针，从头部后方任意位置穿入。眼睛右侧标记位置穿出。左侧标记位置穿入，再从左侧眼睛标记位置穿出，稍微拉紧，注意将眼睛弯出弧度，用胶水固定。注意眼尾部分稍微调整的粗一些。
具体造型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另一只眼睛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制作。最后将线头穿到后面。线尽量不要扭转。眼睛固定牢固后，剪断多余部分。接着取出同色线，抽取一股穿入缝针，在眼睛下方绣出3根睫毛，注意睫毛长短适宜，向两侧分散。注意两侧尽量对称。完成后断线，这样眼睛就制作好了。接着加上额饰，额饰在眼睛上方，大约第5到6圈居中位置。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涂抹胶水固定，想让这里额饰大小和颜色随机。这样额饰就制作好了。最后在眼睛睫毛位置及下方稍微靠近眼角这一片涂抹腮红，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按照喜好决定。注意蘸取腮红后，先在纸上涂几下，再刷腮红。更清淡均匀。腮红完成，最后来钩织耳朵，看一下成品。耳朵有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加入细铁丝，完成后缝合在头部，并涂抹腮红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用头部剩余线钩织，先锁针起针。
完成后，对照图纸勾第一圈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完成。接着勾第二圈，取出细铁丝，放在线上，边勾边包裹进去。开始预留5厘米左右，先对应钩2针短针，3针中长针，2针短针，接着勾5针锁针，注意前4针钩织时，将细铁丝继续带一下。从倒数第2针锁针开始，对应钩2针短针，细铁丝放在钩针上一起收进去。1针中长针，和1针长针，下方空1个针幕布钩，对应钩2针短针，3针中长针，2针短针，和1针短针加针。完成后引拔结束。铁丝包裹进去，拉紧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铁丝整理好，预留2到3厘米剪断。捋一下，这样一只耳朵就钩好了。另一只耳朵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正面。接下来将耳朵安装到头部，
耳朵与这的线穿入缝针，正面朝下，铁丝穿入眼尾入针位置，两侧间隔大约2厘米位置。大约在头部两侧。铁丝插入里面，将耳朵根部缝几针固定。拉紧。缝合方法不固定，只要固定牢固即可。完成后，打结藏线。根据喜好调整耳朵造型。这样一只耳朵就缝合好了。另一只耳朵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缝合。最后在耳朵里面偏下位置刷一点腮红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耳朵就讲解完了，五官的制作方法也讲解完毕。